王姐，这牛咋跑这么快？再说最后一遍，老娘信你。好的，王姐。赵有福，你们一家这样太过分了。当日断亲可是你们自己亲口提出的，现如今小驴不在家，你们又跑来，这是闹的哪一出？二叔，我们没有别的要求，这孽畜在我家生活了19年，我们夫妇讨要这19年的生活费不过分吧？哼，还是说你们见那逆子如今混出了点模样，也开始趋炎附势了？我山泉村怎么会出你们这一家不通人性的东西？你儿媳小赵氏把凤小妹推到沟里，现在腹中的胎儿还生死不知，你们还有狗胆上门闹，这是欺负人家男人不在家是吗？切，二叔，你话可不能这么说，那路又不是他赵小驴家的，我在路上走得好好的，是那便宜货不长眼自己撞我身上，他自己没用摔倒了，怎么还怪上我了？此言一出，周围早已经看不下去的村邻顿时傻眼了。原本那赵氏便是村里出了名的撒泼打横不讲理，没想到儿媳妇隐隐竟有青出于蓝的趋势，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今日这赵氏一家可真是让我小刀拉屁股开眼了，这天底下竟然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是啊，可怜小妹肚子里的孩子不知道能不能保住，听狗蛋娘说情况不容乐观，那顾北大夫已经连续忙活了2日没有闭眼了，弄不好就是1尸2命啊。此时的人群中隐隐涌动着一股沉闷的怒火，随着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这股怒火不断的高涨，众怒之势一触即发。赵有福，你好歹还叫我一声二叔，我劝你带着婆娘孩子赶紧离开这里，就算要闹，现在也不是时候。小驴媳妇现在是生是死都还难说，你们不要在这影响顾北大夫救人。你个为老不尊的，你还知道你自己是我们夫妇的二叔啊？我们夫妇被这畜生构陷蹲了大牢不说，如今我们上门讨还我们该给的，你不主持公道也就算了，还对我们落井下石，就你也配做我们夫妇的二叔？赵氏一番话顿时对着这个平日里德高望重的族老嘴唇哆嗦，面色赤红，那不是羞的，而是气的。他活了这么一把年纪，对于赵氏这种能将歪理讲得如此理直气壮的，还是生平首见。好你个赵氏，老天当真的瞎了眼，怎么让你活到了41级？笑话，老天爷是最讲公道的，难道他要像你们一样见风使舵，见谁混好了就偏向谁？我又不是私闯民宅，难道我在这大街上鸣个不平还要受老天谴责吗？院里那个便宜货死了也是该他短命。然而赵氏一番话尚未说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截木头便结结实实地敲在了他的头上。随着赵氏的惨叫，围观众人暗暗叫好的同时转头望去，只见一个目眦欲裂的少年正恨恨地盯着倒在地上的赵氏。老逼登子，当真以为我姐夫不在家，我们家里就没男人了吗？来人正是凤小妹的弟弟凤小安，如今自己姐姐身遭大难，身为弟弟，这几日他的内心无比的煎熬。按照他的脾气，这赵氏前几日刚出现的那一刻，他便想去揍扁那老货。可是凤小妹不允，因为她临考在即，一旦闹出官司，那必定前程尽毁。按照凤小妹的话，为了这种人毁掉自己弟弟的一生，不值得。你们凤家竟敢动手打人，我们要去告你故意伤人。老逼崽子，有种去告！今日不滚，我便让你们血溅5步，我冯小安就豁出一条命，也要杀尽你们这一家畜生！老二老三，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我有2个儿子，就不信你个小崽子还能上了天！今日我看谁有能耐赶走我们一家！赵氏扯着嗓子嚎完，身旁的赵二郎立马挽着袖子窜了出来。不过赵三郎犹豫了一下，却并没有动。在他的心里，始终是将赵小驴当作自己的大哥的。三郎，你莫要犯浑，还真当那赵小驴是你大哥了。二哥，这种事我做不来，这本来就是我们有错在先，爹娘糊涂，你也要跟着他们胡闹吗？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收拾这小子我一个人也够了，等会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赵二郎骂完便不再理会赵三郎，而是转身满脸不屑地打量着眼前比他矮了一头的凤小安，冷冷地嘲讽着：百无一用是书生，今日我便教你怎么做人。既然如此，那我这个书生今日就教你什么叫投胎做人。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听在众人的耳中，却如同鸿蒙巨骨，狠狠地冲击着他们的心房，撕扯着在场每一个人的耳膜。一句话，仿佛每一个字都如滚滚巨石，狠狠地砸进本就汹涌澎湃的潮水中，卷起更加骇人的惊天巨浪，湮灭这世间芸芸众生。这神什么人？杀你的人。相公。死一般的沉寂之后，最先反应过来的小赵氏望着赵老二原本站立的位置，此时那里除了一堆不明物体之外，哪还有像人的东西？刚刚秀才落下的那一刀，更像是巨锤砸过，直接将赵老二拍成了灰。你个畜生，还我相公命来！死一般的寂静，刚刚还上蹿下跳的2条人命，在秀才手中却如同蝼蚁，挥手间便彻底从这个世上抹除。周围的人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尽管刚刚他们都被这赵氏一家恨得牙根痒，可当他们心中期待的报应真真切切地展现在自己眼前时，他们彻底的恐惧了。你个魔鬼，你等着我去报官！被吓破胆的赵老汉一心想着赶紧离开这里，离这个狂魔越远越好。至于刚刚痛失爱子的悲戚，早已被恐惧淹没了。撂下一句话，扔下还躺在地上失神的赵氏，撒开鸭子就跑。然而，老子都没点头，谁让你走了？这大陆虽然不是我家的，但老子比你强，没我允许，谁走谁死。秀才一句话说完，人群中好几道身影顿时吓得瘫坐在地上，一股隐隐刺鼻的味道悄悄在人群中弥漫。可是此时却没有一个人去在意这些。老比凳子，你男人和儿子儿媳都去享福了，你不去找他们吗？不，我不想去找他们。这样不好，你们可是一家人啊。不是，我不认识他们。可笑，这世间有多少人自以为是的觉得自己活得问心无愧啊！你这种人让我觉得恶心。好汉，老身错了，求求你放过我这条狗命。不去，老子现在不想再看到你。老身这就滚，这就滚。一个个的怎么就这么不长记性？我他妈让你走了吗？还剩一个，索性我好人做到底，便一起送你们一家团聚吧。连杀4人，此时的秀才双目赤红，整个人散发着一股癫狂的气势。旁边李寡妇眼瞅着秀才杀红了眼，尽管他也害怕，但他更清楚，再杀下去这秀才保不准会对周围的村人动手。如果真到了那一步，这人便回不了头了。王姐，你干啥？望着瘫软在地的李寡妇，理智重归大脑，秀才惊出了一身冷汗。刚刚若是自己收手不及时，那一刀下去，眼前这个女人，他不敢再想下去。有史以来，他第一次觉得一个生命于自己而言是那般的贵重。不能再杀了，再杀你就回不了头了。秀才怔住了，他没有想到这个女人以身犯险阻挠自己，为的却是给自己留条后路。也许对李寡妇而言，她这么做是为了责任，因为秀才是赵小驴的人。可于秀才而言，从小到大自己何时被人这般在意过？这种被人关心的感觉真的很好。好，王姐，我听你的。王姐，我就看几个人而已，这是在古代有啥可怕的？古代怎么了？你是不是沙雕动画看多了？古代即使天子犯法，也与庶民同罪。古代就没有律法了吗？赵有福一家来了5口人，你一口气砍了4个，这可是杀头的罪。小驴虽然进军营当了教习，可怕是也保不住你。王姐，你到底想要说啥？要不你逃吧，天大地大，寻个安身之处，好好活着。王姐，宰掉那一家，我秀才不后悔。如果再给我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我会宰得更利索。若我真因此事受诛，那也是我秀才命当如此。落草为寇、四海为家的日子我过够了，太累。秀才的话让李寡妇怔了一下，他从未想到过那个世人口中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竟也有如此伤感的一面。原来杀人并不能使他快乐，原来他也只是想做个普通人，过着普通的生活。顾大夫，小妹怎么样了？见顾北从屋里出来，院子里的几人立马围了上去。众人围着刚从屋里出来的顾北，此时的顾北一身的疲态，满面的憔悴。小妹的情况不容乐观，你们去通知一下她的亲眷吧。尽管莹莹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可当顾北正式通知大家的时候，在场之人还是被这个消息惊得呆立当场，大脑一片嗡鸣。不可能，姐姐她只是摔了一跤，为什么会这样？小安，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赶紧回家去告知你的父母。秀才，你去县里告诉小驴，让他速归。队长，下面没动静了，那群狼该是走了吧？我下去看看。好，注意安全。眼前这几人正是前来打柴的第10小队，不过他们的运气并不好，遇到了狼群。眼下已经入夜，而他们也被群狼围困了整整大半日。队长，安全了，狼群退了。得到车大年的信号，众人松了一口气，陆续从树上爬了下来。此时的众人聚拢在一起，望着地上的5、6具狼尸，唏嘘不已。这几头狼都是赵小驴在掩护大家上树的时候射杀的。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赵小驴，他们在狼群的围攻下，连上树逃生的机会都不会有。赵教习，谢谢你刚刚救了我给您磕一个。先别急着谢，收拾一下，什么东西都不要带，赶紧下山。见赵小驴面色凝重，并没有一丝劫后余生的轻松和喜悦，旁边几人忍不住有些茫然。经历了白天的险情，江鹤对赵小驴的态度明显发生了改变。这个教习值得他尊敬。赵教习，怎么了？
眼下已是深夜，按理说我们并未按时回应该有人来打探情况，可是并没有，这不合我们营中的处事章程。眼下虽已深夜，即便没有飞禽鸟兽，可连夜虫鸣叫都没有，你不觉得四周的这种安静并不合常理吗？没想到你们这支小队竟然还有个带脑子的。不过自你们从树上下来的那一刻起，你们便没有机会了。孩子们，尽情去享受你们的猎物吧。圣安一的驯兽师。驯兽师顾名思义，类似于现代马戏团中靠训练野兽进行表演的一种职业。只不过让赵小驴意外的是，眼前的狼群数量之多，怕是足有上百头。这古代当真多是能人异士。队长怎么办？我还没娶媳妇呢，我不想变成一坨狼巴巴。闭嘴，省点力气，想办法爬到树上去。话虽这样说，可尽管身后的那几棵大树距离他们几个并不算远，可眼前的狼群前仆后继，根本不给他们一丝逃生的机会。照此下去，即便不被狼咬死，也会累死。在场的每个人都知道，此番想要逃生，其难度堪比登天。咱们几个怕是只你有能力逃出升天了，你不要管我们了。江鹤不下，他们一队6人，只有赵小驴闪转腾挪间，还会时不时的支援一下旁边险象环生的警卫。若没有赵小驴，他们几个此时怕是早已成了众野兽的口粮。可即便如此，赵小驴手中的弓箭也总有射完的时候。最关键的是，他能感觉到这个新来的教习此时也有了历届的疲态。你们既然喊我一声教习，便是我的弟子，泄气的话莫要再说，生则生，死则死。记住以后战场之上对兄弟不要轻言放弃。赵小驴这一管鸡血不可谓打得不及时，原本准备放弃挣扎的几人听了赵小驴的话，顿觉精神一振，扯着嗓子嗷嗷叫着挥刀砍向扑来的凶兽。妈的来呀，看老子不砍死丫的！说实话，赵小驴刚刚已经准备跑了，结果江鹤这孙子提前把话说开了，这让一向脸皮够厚的赵小驴也忍不住老脸一红，不得不暂时打消了独自逃跑的念头。妈的，看来只能先把这几个蠢蛋熬死，我才能跑路了。要是秀才那货在就好了。想到秀才，赵小驴可以对天发誓，他从来没有这么情真意切地思念过一个男人。他可是清楚地记得，当时官兵围剿黑风寨，那秀才一刀可是横劈了10几个官兵，全部一分为二的那种。第3刀，灭众生。一刀出，雷鸣之声响彻天地，刀芒所过，一切皆蝼蚁。在场但凡喘气的此时都不受控制地保持了沉默，包括之前凶焰滔天的狼群。秀才，赵小驴呆了，他从没见过秀才出第3刀。此番他终于明白了表哥高思远为什么宁肯徇私枉法，误了清官之名，也要保下秀才，将其促成自己的班底。你是什么人，敢坏老娘好事？滚！老子心情不爽，再敢避避，下一刀送你归西。你牛逼，我们有缘再见。哥，夫人有难，王姐让我来喊你回家。说着，秀才便将凤小妹的事粗略地讲了出来。尽管秀才知道的并不多，尽管他讲的含糊不清，可是关凤小妹安危。没等秀才将仅知道的那点消息讲完，赵小驴已如离弦之箭，快速朝山下扑去。小驴，跑快点，咱们回家。哥，等等我呀！哥，我操！回到家中已是深夜，刚进家门，赵小驴便看到院子里几个人影，其中顾北一脸疲态地坐在清冷的月光下，豆豆毕竟年幼，此时已经窝在李寡妇的怀里睡着了。赵兄，你回来了。顾兄，我媳妇怎么样？说着，赵小驴便急不可耐地想要冲进屋中。小驴，小妹刚刚睡下不久，让她多睡一会吧。强自按下心中的焦躁，赵小驴深吸一口气，转身凝视着沉默的顾北。从他的状态中，赵小驴隐隐有种不安的预感，这感觉让他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顾北，我媳妇到底怎么样了？赵兄，在下无能，夫人持续高烧不退，怕是腹中胎儿受损，如此下去，恐母子性命不保。高烧，胎儿受损。顾兄，我媳妇是不是因为腹中孩子感染，所以受累发烧？想来当时如此，腹中胎儿太小，很多药物用了反而让母亲受累，所以……顾北没有再说下去。赵小驴知道孕育生命本就是个充满凶险的历程，后世尚且如此，更何况缺医少药的古代。顾兄，我有医法可以做出一种药物，也许有用。你说你能做出药物？顾北愣住了，他只知道赵小驴打猎做美食很厉害，可还会制作药物，这事他却无法接受。赵兄，世人所谓的炼丹之术，大抵都是骗子行径，切勿病急乱投医，这样反而会害了你媳妇。我说的这种药不是炼丹，它有个名字叫青霉素。经常穿越的人都知道，在古代没有青霉素，人一旦感染发烧，往往很难存活。但是穿越者赵小驴的媳妇却必须要用青霉素来救命。赵兄，你说的青霉素真有这么神奇吗？
顾兄，此药一旦制作出来，效果毋庸置疑。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请你一定要想办法在这段时间内稳住我媳妇的病情。事实上，情况哪有赵小驴说的这般简单？古代根本就没有适合用来培育青霉素的器具和检测设备。尽管赵小驴很清楚这一点，但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了别的选择。李婶子，你去大量采购橘子，记住只要橘子越酸越好，越青皮的越好。秀才，你一起去帮忙。好的，哥。众所周知，水果面似的，腐败变质后表面会长出一层青色的绒毛，而这种青毛中便含有青霉素。但赵小驴更清楚，伴随着青霉素生出的还有展霉素，两者性状一致，都溶于水，很难区分。然而青霉素是治病良药，展霉素却是致命毒药。古代没有器皿设备分离，便只能最大程度的规避展霉素的产生条件。相比蔬菜、西瓜等酸性环境，则可以最大程度的规避展霉素生长。王姐，这青皮橘子真能炼出什么神丹妙药吗？酸的老子牙都掉了。望着旁边的秀才一脸大大咧咧的样子，李寡妇感觉自己心眼子都快被这货毒死了。家里凤小妹病危已经让李寡妇感觉心都快揪死了。不知为何秀才砍了赵家4口的事，也莫名的让他心中焦躁。我再说最后一遍，老娘姓李，你再敢喊老娘王姐，信不信我把你那舌头给你系在眼眶子上？哦，知道了，王姐。回到山泉村，按照赵小驴的吩咐，李寡妇等人将买来的青皮橘子装进大缸，堆在阴暗的角落中，然后浇上少许的水，再铺上烂稻草。李寡妇和秀才准备这些工作的时间，赵小驴则静静地守在凤小妹的床榻前，望着这个昔日在自己面前温婉柔情的女子，如今却如此的憔悴羸弱。赵小驴的心在颤抖，第一次他感到了恐惧。他已经熟悉了这个女人，熟悉了这个家，爱上了这份温情。他不敢想，如果凤小妹撒手人寰离他而去，他是否能够承受住那种歇斯底里的锥心之痛。相公，媳妇，乖，不要说话，都会好起来的。你会没事，肚子里的孩子也会没事，我保证。赵小驴的话让凤小妹原本暗淡的眼神猛然亮了起来。对于这个男人，她有着谜一样的信任，只要是这个男人说的，她就信。都说时光如梭，只是3、2日的时间，赵小驴便感觉如同度过了几个世纪。现在的他双目赤红，整夜的失眠。小驴，小妹她岳母，小妹一定会好起来的，我不会允许她有事。赵小驴没给凤母继续说下去的机会，他知道眼前这个憔悴的母亲想要说什么。3天前，凤家2老正在家中种菜，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凤小安却突然跑了回来。见到凤小安的那一刻，凤母便被一股强烈的不安瞬间掏空了所有力气，当下莫名的瘫软在地。自己的儿子一直住在姐姐家，他了解这个小儿子，见到凤小安那一副悲戚的模样，莫名的他知道小妹出事了。也许这就是母亲，这就是血脉。小驴发霉了，发霉了！听到李寡妇的话，赵小驴立马精神一振。按照记忆，他先将青皮橘子表面发霉的青毛收集到瓷器中，然后将熬制的玉米汁加上菜籽油倒进瓷器中搅拌，直至容器中的液体分成3层，最后将最上面的2层小心的分离，只留最下面的水状物。用自制的活性炭吸干剩余的水状物，并用蒸馏水洗炭，接着注入酸性水，最后注入碱性水，将得到的液体用放了棉花的漏斗过滤。成了。老天保佑，希望小妹不要青霉素过敏。将青霉素的使用方法告诉了顾北，望着顾北一脸的欲言又止，赵小驴没有解释什么。连日的操劳以及内心的煎熬，让现在的他心力憔悴，但眼下的事不允许他休息和放松。李婶子，把这件事详细的跟我讲一下。望了一眼院子里秀才那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赵小驴并没有说什么，而是问起了旁边的李寡妇。听到赵小驴问及此事，李寡妇沉默片刻，便一五一十的将整件事详细的讲了一遍。期间，李寡妇注意到赵小驴的表情一直都是那么的平静，从他那本就满是疲态的脸上，李寡妇看不出任何情绪波动。李婶子，如果我不在了，这座宅子便赠予你了。秀才有一把子蛮力气，但是脑子不好使，以后还烦请多操心1、2。小驴，你这话是何意？什么叫不在了？赵小驴的话让李寡妇的心如同被倾倒的飓风狠狠地撞击了一般。他能从赵小驴的语气中听出，他这是在交代后事。小驴，你到底在说什么？好好的，你说这些干什么？此话一出，连旁边一向生死看淡不服就干的秀才都听出了不对的味道。哥，你要做什么？秀才，赵氏一家杀得好，但是这个锅你背不动。你既然喊我一声哥，那便是我的兄弟。我他妈不需要你来替我背锅，我做事向来都随心随性。我宰了他们4口这事，并不是因为我现在跟你混。赵小驴的话让秀才瞬间怒血冲顶，双目赤红。重活一次，他有了友情，有了牵挂，有了生活的乐趣，有了常人该有的平凡。他不允许任何人拿走他现在拥有的一切，如果有，那就拼上这条命又何妨？如今赵小驴要替他顶人命官司，他如何能够接受？
我是个很没出息的人，来到这个世上，我也只是想着怎么让家人生活得更好。我从来就没有什么宏图斗志，我只想老婆孩子热炕头过平凡简单的小日子。此次药虽然做出来了，可不确定因素更多。小妹此次九死一生，她若去了，我便也没有了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生存的理由了。或许我该回到我该去的地方。哥，我劝不动你，也懒得劝。此事你要为我顶罪，我不干涉你。但你若走，我秀才便途径这世间生灵，直至我生死方休。寡妇呆住了，这特么就是男人之间的友谊吗？明明很幼稚，为什么他却有一股想要哭的冲动？傻逼，我有主角光环，替你顶缸死不了。哥，主角光环是啥？有效，有效。二人正自说着，顾北却着急忙慌地从屋子里窜了出来，一边跑一边嚷，语气中透着兴奋和激动。赵兄，你这要当真是奇物，你媳妇现在脉象和胎息渐渐趋于平稳，烧也开始退了。顾北怎么也不会想到，赵小驴这所谓的青霉素竟然会有这样的奇效。他自学医以来，师从名门，更是饱览古方。当今世上不说医术无双，那起码也算是屈指可数了。如今竟然见识到了这等奇方，与他而言，这样的收获，寻常人一生都难学。而赵小驴对他却是全程无所保留。对了，你媳妇刚刚好转，现在还很虚弱，现在她需要静养。你们要是进去探望的话，一定注意不要惊扰了病人。深深地吸了口气，赵小驴悬着的心才堪堪放下。且不说凤小妹腹中胎儿如何，只要能保住这个女人的命，他便知足了。所幸无数的巧合条件全部都集中在了一起。各户注意了啊！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速速出来领罪，胆敢抵抗，格杀勿论。哥，嫂子好了，你也有了继续活下去的理由了。所以这事你不要掺和了，放心，我不会反抗。以后每年的今日记得来看看我这个兄弟。滚蛋，老老实实待着。我现在突然就贪心了，我不但要媳妇，我他妈还要兄弟。大人三思啊！私放死囚可是重罪。哼！这二人与我王家关系甚大，这两锭金子你拿去与手下分了，把事情处理干净。大人放心，小人定当办妥。表哥，让你费心了。哼！你还知道让我费心了？这可是4条人命，如今你该把心思都放在如何让自己尽快变得强大。我虽为一方县令，可总也有护不住你的一天。此事不怪我哥，是我太过莽撞，没有考虑后果，给大人添麻烦了。你知道便好。如今小驴身负重担，他有很多事要做，在他还未成长至有能力自保的时候，凡事多做权衡。秀才不能再回山泉村了，近期便待在我身边，由我看着，省得他再闹出祸端。回到家中，凤家二老见赵小驴平安回来，悬着的心才堪堪放下，而一旁的李寡妇心中却隐隐感觉空了一块。此时的他心中满满的不安和焦虑。李婶子，秀才没事，他要在县令大人身边待一段时间，山泉村暂时不能回来了。没啥事，我去干活了。时光如梭，不知不觉过去了10几日，凤小妹的身子也逐渐趋于好转。脉象平稳，胎息也很正常，想来以后无需用药，只需通过饮食来调理身子便可以了。尽管凤小妹的身子这些10日以来一直趋于好转，可真听到顾北的肯定后，赵小驴心中还是忍不住的高兴。媳妇无事，孩子也保住了。顾兄，这些日子辛苦你了。赵兄哪里话，比起你交给我的这个方子，我这点辛苦那是妥妥的赚大了。如今夫人身子已无大碍，我也该回去了。趁着时间充裕，我想按照你的方式多做一些青霉素出来，这样可以备不时之需。看到顾北那急不可耐要赶回去制作青霉素的架势，赵小驴突然想到了什么。对了，顾兄，这药制作出来后，可以用老鼠先做一下实验，这样可以有效剔除一些失败品。用老鼠做实验，赵兄果然远非凡人。若不是与赵兄相处久了，我还真以为你是什么仙人转世呢。送走了顾北，赵小驴转身走在回家的路上。如今天气渐渐变冷，清晨的草径上已布满了淡淡的霜意。刚到家门口，却看到远处驶来2辆马车，马车周围还跟着几个婆子和护院。这大清早的，看这架势，莫不是来找我的？果真想什么来什么。马车很快到了跟前，车门打开，程子昂从第1辆马车上窜了下来。见到赵小驴，便兴奋地嚷了起来：“赵兄，好久不见，近来可好啊？”程兄，你这是？赵兄，我将你的事给我娘说了，她放心不下，过来看看你。
余初，真的是你的。姑母，早听子昂说过他娘很是温柔和善，今日一见成兄，果然所言不假。您一路过来肯定累坏了吧？快请进屋里歇会。小妹，这是成兄的娘，成夫人。姑母，这是内人封小妹。姑母好。真是好孩子，这几年辛苦你了。小驴以前太混蛋了，让你跟着受委屈了。孩子，这里地处偏僻，并不安全。我这趟来，一是来看看你生长的地方，二来嘛，也是想将你和你妻子孩子一起接去府城。你意下如何？府城，姑母，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而且还有表哥那边照顾，您不用担心。程夫人要接他们一家去府城，虽然看起来很不错，自己可以离开这里去府城发展，那里比丰台县繁荣太多，有程家的关系在，自己发展起来肯定很快。但赵小驴不会跟他去府城，第一，他不想看别人脸色讨生活；第二，府城离京城过近，到了那里难保不会被有心之人发现端倪。然而见赵小驴拒绝，程夫人脸上却立马露出了满满的焦急。孩子，这里不安全，山泉村与蛮夷边界就隔了一座山，若你出个什么事，我如何向你娘交代呀？姑母，听您的意思，难道是蛮夷那边有什么动静了不成？眼前之人可是原主的亲爹永宁侯廖世安的妹妹，又是程家主母，程家的生意遍布全国，在京城肯定有眼线。他能这么说，定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念及此处，他忽然想起司马南征来。他以前不知道司马南征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经营布袋，非要跑到丰台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来当个小小的九品县尉。如今想来，他应该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才会来丰台当县尉。经营待遇虽好，但是没有立功的机会。而丰台地处边疆，紧挨着蛮夷，这里有立功的机会。你也不要太过担心，如今国朝渐安，蛮夷未必有那个胆量越界。不过不管怎么样，只要你跟着姑姑去了府城，必定是安全的。姑母，感谢您为我们一家着想，但我还是想留在这里。行吧，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只是你父亲那边，姑母，我父亲那边还请暂时为我保密，想必现任侯夫人的手段您多少了解一些，越早暴露于我越为不利。听了赵小驴的话，程夫人深深垂首，她明白赵小驴话中的意思。此番过来虽然没能如愿将赵小驴一家带去府城，可能得见昔日闺蜜之子，此番也算有所收获了，并未过多停留，送走了程夫人一行人。赵小驴坐在客厅中沉默了许久，仿佛正权衡着什么重要的决定。小妹，咱今晚将家里的东西收拾收拾，明天搬去县城吧。我知道你放不下家里的兔子，放不下咱这刚盖的新房子，也放不下小猪的学业，但是我听程夫人的意思，蛮夷貌似又开始蠢蠢欲动了。翻过咱后面这片群山就是蛮夷的地盘，他们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过来。县城要比这里安全得多，咱不能因为这些身外之物就将自己置于险境，你说呢？相公，小猪那孩子懂事又聪慧，对知识的渴望你也知道。李嫂子宁愿自己不吃饭，也想让小猪多读几天书。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们，说我要去县城了，不教小猪了吗？赵小驴知道小猪是个争气的孩子，不但学习非常刻苦，脑瓜子也聪明，这样的得意弟子，凤小妹舍不得也是正常。要不这样吧，你去问问李嫂子，看她愿不愿意跟着咱去县城。咱家这60-70只兔子很快会繁衍出一片来，到时候也需要找人喂养。你告诉她，如果她愿意去县城，咱就在县城租个小院子，她专门负责在院里养兔子，而你还教导豆豆和小猪读书。这样真的可以吗？相公，你太好了，我这边去找李婶子去。快去保管，有熊冲进城里了！小妹，这套房子真的给我和小猪住吗？李嫂子，不是给你住，是送给你了。这怎么能行？李姐，我知道你是个讲原则的人，之所以送你这套房子，是因为在我和小妹的心中，已经将你当成了我们的家人。如果你不认同我们这份情谊，可以拒绝。赵小驴一番话，顿时将李寡妇已经说到嘴边的话生生挡了回去。在古代，普通老百姓为了买套楼，恨不能祖宗好几辈勒紧裤腰带，眼前赵小驴却直接送了一套给自己，李寡妇怎能不感动？对了，小妹，以后不要叫李嫂子了，还是叫姐吧。为啥？因为人总要有新的开始，新的生活嘛。那个你们先安顿，我去看看秀才，回头还要抓紧去军营。说完，赵小驴回身准备去高思远那里看看秀才如今怎么样了。只是随着他的眼角余光，他却停下了脚步。小黑蛋，过来！望着眼前这头出巨熊样的小黑蛋，赵小驴头痛了。以前在山泉村，家后面就是山林子，尽管小黑蛋越长越大，可也能勉强养着。或许是因为小黑蛋从小与人类生活在一起的原因，所以他并没有山中野熊的那种暴力之气。可这毕竟是城里，要是让周围的住户知道这家人养了头熊，那他们还不得炸锅吗？
小黑蛋，咱们现在是城里人了，要文明知道不？不能咬人。爹爹，你在干嘛？旁边的豆豆见赵小驴一脸认真的对着小黑蛋絮絮叨叨，顿时忍不住心中的好奇，歪着小脑袋问道。一旁凤小妹和李寡妇则一脸错愕的盯着一本正经正对熊弹琴的赵小驴。相公，你不是要去表哥高大人那里找秀才吗？哥，你说啥？你给王杰买了套房？其实是给你们俩以后准备的，但你俩现在八字没一撇呢，我又不好说是买给你们俩的吧。李姐那性子，我要说了她肯定不住。也是，哥，那我以后岂不是成了倒插门了？倒插门怎么了？我10几万粉丝都想要李寡妇，结果就你成了。你说气人不气人？哥，你说啥是啥，我都听你的。世人谁能相信你这个想要屠尽苍生的恶人，在我赵小驴面前竟还有如此孩子气的一面？望着眼前这个曾经凶焰滔天的秀才，赵小驴很感慨，更多的却是感动。秀才是个很简单的人，幼年的遭遇让他对这世人充满了憎恨，但是一旦走进他的心中，成为被他认可的人，那你就会发现他真正的一面，一个一直被深深隐藏的最真实的一面。好了，我该回军营了。你在表哥身边对你来说是好事，你一向肆意惯了，日后出来混总是要吃亏的。赵教习，您终于回来了。去告诉大家，教场集合，让我检查一下我回去这些时日，你们有没有消极倦怠？教习，要不咱从明天开始吧？你今天才刚回来，而且大伙刚刚跑完5公里，就让大伙歇歇吧。哼！一炷香看不到你们人，后果自负。时至9月，夜晚的微风透着瑟瑟的寒意，然而教场上一队人影却沐浴着清冷的月光，正围着教场一圈一圈的狂奔着。谢望去正是第10小队，也就是江鹤的小队。自上次砍柴被狼群围困之后，小队的人对赵小驴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危难之时却依然对他们不离不弃的人，值得他们尊重，更值得他们追随。大教习，早。今天咱还一起去砍劈柴吗？若去劈柴，你打算怎么安排？什么怎么安排？砍就行了。哦，对了，今天得多拿点粗麻绳。这就完了吗？你们有什么补充的吗？咱是不是得拿几副弓箭？万一再遇到狼群，也不至于太被动。对，是该领几副弓箭。光有弓箭还不行，还有谁知道有没有什么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我知道，我们还得注意狼群偷袭，否则就算有弓箭也没用。说话之人正是车小年。赵小驴赞许地望了他一眼，没想到车小年的思维还挺活跃。非常好，说说具体该怎么做。我们可以分2个人爬到树上四处观望，若发现狼群的身影，立刻提醒下面的人爬到树上，等狼群靠近，咱就拿弓箭射他们。哟，车小年，你个次次倒数第一的人，想拿箭射谁？你拉得开弓吗？随着话音刚落，一行众人走进食堂，循声望去，正是萧雨带着自己的小队成员走了进来。奇怪，这萧雨再怎么说也是个大队长，怎么就跟江鹤他们这个小队过不去？小年能不能拉开弓，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瞎操什么心？我跟废物待在同一个军营，说出去脸上无光啊！他娘的，老子忍你很久了。萧雨，你把嘴放干净！呦，急了，有本事过来单挑啊！江鹤那个软蛋怎么会出来单挑啊？队长，你这不是为难人了吗？老子打死你！队长，不要去，让他去。小队的人见江鹤盛怒之下就要冲上去与萧雨厮斗，说实话他们自己都不清楚为什么萧雨总喜欢找江鹤的麻烦，但是一次次的纠缠，每次吃亏的都是自家的队长。如今眼见江鹤又要受对方激将，怎能不急？赵教习不能让江队长去，他不是那萧雨的对手了，上去肯定要吃亏受伤。天天被人奚落倒是不用受外伤，但是内伤比外伤更难医。你们没有血性，还不许别人有血性吗？废物就是废物，老老实实的当你的废物不行吗？干嘛还要自取其辱呢？你口口声声说江鹤是废物，不知道可敢光明正大的约战一场，签生死状的那种。赵教习，是我错怪你了，之前还以为你是偏向这小子，搞了半天是想让我直接打死这废物。
既然赵教习说了，我没问题，就是不知道这个废物敢不敢。此时的江鹤与第10小队几人一脸愕然地望着眼前的赵小驴，整个守备军都知道江鹤面对萧雨就是送菜，而且还是几乎毫无反抗之力的那种送人头。然而就在刚刚，他们打心眼里佩服尊敬的赵教习竟然唆使他们签生死状。1个月后，军营交场，你2人决一死战，江鹤，你信我吗？江鹤，你想清楚，一旦与萧雨签下这生死状，就没了后悔的机会。身为丰台县守备营最高统领，司马南征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江鹤为什么会执意做出此等寻死之举。整个守备营都知道他江鹤并不是萧雨的对手。司马大人，我意已决，即便是死，此番也认了。从江鹤的眼中似是看出了那抹决然。司马南征叹了口气，缓缓抽回了试图阻止的手。王朝上午，身为上级，他有权干涉部下私斗，但却无权阻止这公正死斗。江鹤，你果然是个没脑子的废物！一个所谓的乡巴佬教习，就能让你连命都不要了？既然这样，1个月后让我了结你这蠢货，省得活在这世上浪费粮食。萧雨，1个月后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好，那我倒要看看你这1个月能翻起什么浪来。说实话，此时的江鹤有种箭在弦上，身不由己的错觉。此时他只能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赵小驴的身上。你跟江鹤有过节？其实我们俩是同乡，进军营之前就认识。说说。3年前，我爹娘给我说了门亲事，女方是县城沈家的女儿。我家那会儿也在县城，两家算得上门当户对。元宵那天，我约着那女孩出去逛花灯，路上碰上了萧雨。她拦下我，让我和那女孩退婚，说我配不上她，我自然是不同意的。萧雨便当街和我打了起来，他带着2个朋友，我没打过他，他揍了我一顿便走了。临走说，若不退婚，见我一次就揍我一次。我浑身是血的回去，吓坏了我爹娘，他俩立刻带着我去了县衙状告萧雨。可萧雨一家和县令勾结，我不但没有告成他，反被他讹了100两银子。第2天，女方家来人说要退婚，我爹娘也没说什么，就将婚事给退了。他给了钱，又逼你退了亲，怎么还跟你过不去？雨让我退婚，是因为他也看上了那女孩。女方家和我退婚后，便立刻将女孩许给了萧雨。可是他们成亲当天，那女孩便跳了河，萧雨既没了媳妇儿，又丢了脸面，便将这事儿都算到了我头上。后来我家道中落，我便来参了军，只是没想到他竟阴魂不散，也来参了军。他这么欺负你，你难道就一直忍着吗？我反抗过，可萧雨那混蛋竟然派人去村里将我爹娘揍了一顿。他说我每反抗一次，他就打我爹娘一次。我爹娘本来身子骨就弱，若再被欺负下去……后面的话江鹤没有再说下去，但是赵小驴很清楚，他顾及自己的父母，并非如表面那般是个忍气吞声的怂货。好，既然你还有决心，那我便放心了。接下来的1个月，你的训练都要听我安排。好，赵教习，以后您那份柴我帮您砍了，以后再出去劳作，您一边歇着就行。干啥？你想断我财路吗？前世为人们用行动给世人做了榜样，和自己的士兵同吃同住同劳动，那种凝聚力是其他队伍无法比拟的。赵小驴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跟着前人验证过的道路走，总是没错的。小驴，县令大人让我过来喊您去县衙一趟，他有事找您。有劳何大哥了，我去一趟县衙，你们几个等我回来。表哥，你找我。此时的高思远正眉头紧缩地端坐案前，盯着手中的信函。这个表哥素来严肃，若无要事不会找自己。隐隐之间，赵小驴感觉似乎要有什么大事发生。小驴，你来了，坐。表哥，发生什么事了？京城来信了，蛮夷那边有南下犯我的举措，父亲让我配合司马南征做好迎击的准备。昨天晚上，司马南征连夜过来找我，说要扩兵，希望县衙能再提供500人的伙食。除此之外，军营还得建一批营房，他希望我能提供建房所需的役营材料。蛮夷为什么突然要南下劫掠了？听说蛮夷有30万大军，是全部出动还是部分南下？目前得到的消息是，只有查干部打算南下，其他部落还没有动静。查干部只有5万多人，能战之士大概有8、9千。可是咱们王朝立国30年，早已不是20年前的王朝了，查干怎么敢和咱们叫板的？表哥，咱王朝的实力应该比那草原上的部落强多了吧？
去年归顺咱王朝的川山石不又反了，说是咱天子德国不正，上天降下灾难警示世人，北方干旱就是上天在惩罚大王朝的子民呢。德国不正，细想之下，好像确实如此。前朝皇帝昏聩无能，残暴嗜血，引得民愤四起，天下到处起义不断。本朝陛下作为前朝皇帝的表哥，理应保护好自己的皇帝表弟才对。可他倒好，直接夺了表弟的皇位，自己当起了皇上。新朝自从建立就一直在征战，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在前朝余孽的鼓动下，大乱不少，小乱不断，周围又有不少势力自立为王，朝廷连年征战，也有了一些疲态。加上这次十部叛乱，朝廷抽调了大批将士过去平叛，我朝已经没有多少闲着的兵力了。查干部就是瞅准了我朝此时无力应对，所以才敢趁机南下劫掠的。什么意思？咱宁安府不是有5、6万兵马吗？宁安府可是有一个节度使的，还是真国公的长子，手底下最少也有5、6万兵马，这么多人还搞不定查干部的几千人吗？没有那么多人了。前段时间，朝廷派宁安府节度使蒋怀民带兵围剿叛军，留在宁安府的拢共就1万人，而且这1万人还得驻守宁安府各要塞。若查干部南下，必定会来丰台县，只有拿下了丰台，他才敢毫无后顾之忧地继续南下。这场守城战我们必须要打，但是咱的守城军拢共就500人，就算加上火头军和辎重队的人，一共也才560人。560人守一座城，压力十分巨大，很有可能守不住。此时的赵小驴心中沉甸甸的。560人面对骁勇善战数倍于己方的蛮兵，若无援兵，除非发生奇迹，否则必被屠城。届时，赵小驴不敢再想下去。表哥，这件事你找我来是有何安排吗？史上最爽穿越模式，开局就在被窝里继承别人的老婆。且不说人妻有多好，本想靠着数千年的代沟猥琐发育，可才刚起步，敌国就要打过来了。表弟啊，眼下蛮夷那边有近1万的兵力，欲要攻打我丰台县，我准备再招收500新兵，这样加上老兵，能凑个1000人。赵小驴懵了，如今蛮夷近万的强兵要入侵，眼前这个县令狠了狠心，咬了咬牙，跺了跺脚，才准备再招收500新兵，1000对1万，还有1半是新兵担子。结局如何？赵小驴实在是不敢想。哥，咱们丰台县这么点守兵，是准备送人头马？我现在带着一家老小去逃命，还来得及不？你以为在这节骨眼上，我不想多招点士兵吗？可是县衙养不起啊。养不起，丰台县虽然穷，但也没穷到连几百人都养不起的地步吧？而且你可是户部尚书的儿子，户部啊，管国家钱袋子的，随便给拨一点，也够丰台县吃饱喝足了吧？我已经向朝廷写了奏书，请求兵部能送1000甲胄和武器来，同时请求户部能拨一批粮饷下来。但是这些东西能不能送来，我自己心里也没有底。粮饷可能还有一点，但是甲胄很大可能是拨不下来。那你叫我来干啥？我一个小老百姓也没办法帮你解决这事啊。我叫你来是想告诉你，军营要扩500兵，那就需要5个大队长，你好好把握住机会。赵小驴沉默了。此次守城若能活下来，对于他以后的发展自然有着无穷的好处。可1000老弱并残守1万强敌，委实有些儿戏。对了，朝廷对你进献区员离的奖励下来了，我打算明天一早士兵在教场集合时过去给你颁发。闻言，赵小驴眼前一亮，总算是有个好消息了。当下忍不住急忙问道：什么奖励？朝廷下发的奖励应该不差。那个1块匾额。赵小驴又懵了，合着发匾额是这个国家的传统啊？县令发，皇帝也发，人家县令发匾额是因为县衙没钱，你一个皇帝也发块匾额，不嫌丢人吗？外加1000两白银，布10匹，绸2匹，耕牛1头。行，那我明早就等着表哥你过来了，若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你先等等，我还有事跟你商量。还有什么事？你不是有个木材店吗？我听何捕头说你这段时间收购了不少木材，你先赊给我，等营房建起来，我再让士兵砍了还你，如何？接下来我要教你的拳法名叫8极拳，该拳法以动作刚猛爆裂为特点，是一种极具实战性的拳种，并且肢体多于动作，以腰身为轴带动肢体发力，将周身之力汇于拳锋，形成以点破面之势。看好，虎啸！望着被拦腰震断的大树，江鹤震惊了。照教习你这拳法当真是厉害，我要是练会了这一招，那一拳下去还不得把萧雨那孙子打出屎来。
这1个月的时间，你好好练这一拳，到时候决斗只要找准机会给对方一拳便够了。那个你先练着，我有点事回趟家。时至初冬，北方的清晨已经隐隐带着冬日的寒气。如今搬至县城房间够多，豆豆已经不需要跟赵小驴夫妻2人挤在一起睡了。在军营早起惯了的赵小驴此时已经醒了，但他没有动，在他的怀里，凤小妹正蹙着好看的秀眉，均匀的呼吸着。眼前这个与自己一路走到现在的女人，让赵小驴再一次看得吃了。相公，小妹，哎呀，相公，我肚子里还揣着宝宝呢。小妹，天气转凉，今天炖个勾勾补补身子吧。咱家的勾勾都没了。我说今早咋没有打鸣的呢？连公鸡也炖了吗？你去问小黑炭吧，那熊玩意儿一天偷1只，我是管不了它了。这熊玩意不会真偷袈裟吧？算了，小妹告诉小安和豆豆，让他们俩最近没事别出去乱跑，蛮夷要入侵了。那蛮夷会不会打到城里来？别怕，现在只是有消息传出，况且还有我在，我不会让你们有事的。我等会出去多买一些粮食备着，估计这一闹粮价会涨许多。吃过早饭，赵小驴揣着银票，赶着他那头驴牛便出了门。俗话说得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毕竟一旦打起仗来，无论是军队还是百姓，都需要大量的粮食来维持生计。所以说，但凡发生战争，粮价必然会飙升。店里没有那么多粮食库存，每个人最多只能购买5袋大米和5袋面粉。看来这些人也是提前得到了一些小道消息，否则秋收刚刚过去不到3个月，完全没有必要如此大量的购买粮食。而且粮铺向来都不缺少大米和面粉这样的基本口粮，现在却编造一个理由来实施限购政策，可见掌柜肯定也听到了些风声，给我拿5袋精米和5袋细面，再拿5袋糙米和200斤麦麸。精米细面他留着自己一家人吃，麦麸用来喂兔子，糙米给牛和黑炭当辅料。黑炭现在胃口越来越大，一顿能干掉3碗饭。赵小驴决定往这家伙的伙食里加点糙米，以减少成本。奶奶个熊的，马上入冬了，看来得带着小黑蛋这家伙进山打猎了。想到自己带着一头熊进山打猎，赵小驴就忍不住心头火热。是个人都知道，越是深山猎物越多，但是危险也更大。但是自己有头熊做保镖，想来安全指数应该可以上升不少。好了，小黑子，把这些送到厨房去。相公，小黑蛋才刚长起身子，你让他干这么重的活，让豆豆看见又该不开心了。这家伙都啃了老子1年多了，还偷了那么多勾勾，干点活累不着他。小妹，小安，有件事我想跟你俩商量一下。你看小安的学问都是岳父教的，虽然岳父大人学富五车，胸有丘壑，可毕竟是童生，虽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但也要看师傅领进的是哪道门啊。眼下临科考还有半年的时间，我想让小安进县学，这样对他明年的考试定会大有裨益的。姐夫，你能有办法将我送进县学？听赵小驴说想要把自己的弟弟送去县学进修，凤小妹的鼻子没来由变得酸酸的。眼前这个男人对自己好的犹如梦幻不说，连自己的家人他也想得这么周到。但是他也清楚，县学招收的都是大户人家的子弟，或者是考取了童生、秀才等功名的人。与县学并列的便是白鹿书院，那里虽然收寒门子弟，但人数也是有限制的。更何况这2大书院的束修都不低。可无论县学还是白鹿书院，都不是我等普通人家能进的，这会不会很麻烦？见凤小妹眼圈红红的，赵小驴只当女人怀孕的时候情绪容易波动，便急忙出言安慰。放心吧，你相公我可不是一般人，别忘了那县学可是朝廷办的，每个县的县学堂都归县衙管。我去找表哥打个招呼。第2日一早，赵小驴带着紧张又兴奋的凤小安前往县学。有高思远这层关系，进县学堂变成了一个招呼的事。有劳了哦，嘿嘿，赵教习哪里话，县令大人已经交代过了。卢夫子此时正在学府等候2位。有钱能使磨推鬼的世道，那守门的见赵小驴递来的碎银，一张脸早就笑成了一朵雏菊。顺着前面的路一直走，便会看到卢夫子。若寻不得，再回头找我，我亲自带您去找。县学很大，有学堂，有校舍、饭堂，除此之外还有骑马射箭的地方，可谓是君子6艺的学习场所都包含在内了。怪不得县学难进，人家这里是什么都教，村里的学堂能教你学识已经很不错了，谁还会教君子6艺啊？就连那些夫子都不会这些东西。
姐夫，是不是卢夫子不在？小安上去敲门。清脆的叩门声回荡在萧冷的寒风中，门内依然没有任何回应。这或许就是古代读书之人的清高之气吧。知道我等是靠了关系，所以心中不忿。小安在叩，姐夫在叩，这便是第3次了。若还无应答我们怎么办？我等粗鄙之辈，此番不惜代价秘逸良师，正是为了学习君子之道，明了礼义廉耻之行，所以是用了些手段，但也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我等3口夫子们想来会有应答。进来，姐夫，卢夫子在里面。进去吧。二人推门而入，只见院里的槐树下放着一把躺椅，躺椅上坐着一位60来岁的老者，肥嘟嘟的脸已经冻得通红，此时正拉着脸望着两人。哼，你们是何人？为何打扰我睡觉？睡觉？睡你大爷！脸都冻红了，能睡着才怪。罗夫子，在下赵小驴，这是七弟凤小安，早听闻您学识。谁要来上学？是我七弟。那你可以回去了。姐夫，你先回去吧，我一个人可以。交代一番，赵小驴转身离开。当然，他的心中免不了吐槽这老家伙心眼够小，一点也没有做学问之人该有的那份胸中有丘壑之姿。呸，啥也不是。赵老弟，我找的你好苦，刚刚去你家中，弟妹说你来了现学，我一路便急急赶了过来。来人正是何捕头。此时的何捕头一脸的急色，不过与上次不同的是，他这次称呼用的是你，而不是上次的您。可见上次赵小驴对他的态度让他放松了不少，自然对赵小驴也更亲近随和了许多。何大哥，什么事让您这般焦急？快随我去县衙，县令大人找你有急事。探子来报，查干部已经达成统一，昨日已经开始集结兵马，不出3日，大军便会动身。3日？查干部离丰台最近，1日便可抵达仓北坡。若仓北坡失守，不出1个时辰，丰台县城就会被围。表哥，此事司马南征知道吗？他马上就到，我叫你来是想告诉你提早做好败守的准备。此番蛮夷近万铁骑，我们这区数百人守这座城很难。此时的赵小驴想骂娘，只是略微犹豫便错失了将妻女送走的机会。他没想到蛮夷的动作会这么快，如此也只能拼命守城做困兽之斗了。下官参见县令大人。南征查干部南下这事，你有什么想法？大人，据探子报，查干部欲出动4000兵马突袭丰台，劫掠一番后立即撤回草原。这般看来，对方并没有拼死之状，所以下官有信心守住丰台，还望大人能确保军中后勤补给，免我守军后顾之忧。你放心，不会亏了将士们。晚些时候我会送1000担粮食去军营，3天后这个月的饷银就能先行发放了。下官替军营的将士们谢过大人。大人，敌人来势汹汹，下官准备下令坚壁清野，还望大人准许。所谓坚壁清野，便是将周围战争涉及范围内的村镇居民全部聚拢到城内。如此一来，待蛮兵入侵，见无物可抢，加之无心久战，便会撤去。毕竟攻城可是耗时费力的体力活，但城中一下子涌入大量难民，也意味着县衙的治安工作会压力剧增。准，你尽管去做，本官会安排好一应事宜。谢大人。赵教习，你乃山泉村人，山泉村我就交给你了。3天时间能将人全部迁入城内吗？大人放心，3天内山泉村部落1人1粮，全部会迁入县城。深夜，秋风裹挟着寒意撕扯着大地，山泉村里郑家却亮着油灯。此时赵小驴正在与李正满脸严肃地说着什么。什么？蛮夷要来了？我奉县尉大人的命令，回来通知大家连夜收拾好金银细软，赶紧进城躲避。这是告示。小山，快去撞钟，让大伙儿赶紧集合，咱得立刻收拾东西跑路。这大半夜的敲钟，发生什么事了？不知道啊，快去场上看看。李正叔，出啥事了？这么晚了，叫我们到场上来干啥？就是我都已经睡了，听到钟声又不得不爬起来，到底啥事？乡亲们，蛮夷要打过来了，大家赶快回家收拾细软，收拾好的场上集合，咱连夜去县城。什么？蛮夷要打过来了？天爷，这是真的假的？这是告示，上面还有县太医的章，怎么会有假？不想死的赶紧滚回家收拾东西去。趁着村民回去收拾东西，赵小驴回到了自己新盖的大宅子，伫立良久，他心中满是叹息。这房子刚盖起来没多久，崭新崭新的，可谁知道蛮夷过后，这房子是否还会如眼前这般？回到场上，见到眼前的一幕，赵小驴顿觉整个脑子都裂了。说了让大家只带粮食和金银细软，可是这些人都带了啥？
锅碗瓢盆被褥衣物也就罢了，怎么连柴火也带上了？甚至还有人带着都快散架了的破草席。叔，你那破草席里裹了白银吗？都破成这样了还要带着？你小子懂什么？这破草席陪了我一辈子，和我的家人一样重要，我可舍不得扔。山泉村到县城近100里路，希望万一追到你屁股后面时，你依然能带好这位破草席家人。李正叔，我刚刚点名，除了韩老太，其他人都到齐了。韩老太为什么还不来？刚去找过他了，他前日上山摔断了腿，他说他不走了，与其掂着一条腿赶路累死，还不如死在自己家里舒坦。韩老太只是断了条腿，若真想活着，单腿跳也得求那一线生机。你懂啥？他无儿无女无人养老，一个人孤单过了几十年，要我也活够了。大牛、小山，你俩去把人背过来。小山娘，将咱家牛车上的东西再归置归置，给韩老太留个位置。没一会儿，赵大牛背着韩老太来了。韩老太看见一旁站着的赵小驴，装作没看见一般，撇开了眼。出发！李正一声令下，大伙开始朝着县城前进。一路上锅碗瓢盆叮当作响，老人孩子大哭小嚎，场面好不热闹。黑夜中，若有人远远瞧见，怕是要以为这是一个规模浩大的哭丧队。李正叔，消息我已带到，眼下我要先行一步赶去桃花村接我岳父岳母一家。好，那你一路注意安全，深夜野兽多出没，一定要小心。小驴，你怎么过来了？小妹他们还好吧？都好着呢，我过来接你和岳父。对了，岳父呢？你岳父在收拾他那些书呢，这好端端的怎么就要打仗了呢？你先歇会儿，厨房还有半袋面粉，我背出来咱就走。岳父，小驴来了，快来帮我把这些书都收一下，攒了这么多年，扔掉实在可惜。赵小驴没有多说什么，他知道自己这老丈人做了一辈子学问，书本于他而言就是生命。不多时，翁婿二人足足整理了数麻袋。我说你个老不死的，小驴那车除了拉人还要拉粮食，你装这么多书打算怎么拉走？嘿嘿。小黑蛋出来，话音刚落，一声震天咆哮鼓携着一道巨大的黑影从旁边阴影处窜了出来。刚刚那一声咆哮差点没把老两口魂给吓没了，不过定睛一看，却正是豆豆的黑熊小黑蛋。岳母不用多虑，岳父的这些书籍让小黑蛋驮着，一会到了镇上就有马车了。我租了20辆马车在镇子里候着呢。傻儿子，你租那么多马车干啥？今天军营里选拔队长，我得快些把山泉村那些人运到县城去，否则怕是会延误了我选队长的时机。那咱快赶紧出发，别磨蹭了。嘿，黑蛋儿，别把我那些书颠掉了。大人，山泉村全村共531人，一个不少全都带过来了。甚好，你先别回家，去找司马南征，把这件事向他汇报一下，按我说的做。大人，山泉村全村531人已全部迁入城内，特来向您汇报。全部？回大人，全部，老人孩子一个不落。若本官没记错，山泉村离县城100多里，你昨天下午才出发，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回大人，草民怕蛮夷攻过来伤害村民，便快马加鞭赶到了村里，又连夜组织大家收拾好细软就出发了。我怕老人孩子走路太慢耽误时间，草民在回去时租了20来辆马车，老人小孩以及孕妇伤员坐马车，青壮年走路，如此堪堪在天黑之前到达了县城。不错，你做得很好，累了一天了，你下去休息吧。谢过大人，草民告退。2天1夜没合眼，赵小驴身心俱疲，回到营中倒头就睡。第二日一早朦胧中，尚未恢复过来的赵小驴便被集合的鼓声再次吵醒。昨天军营招了500新兵，已经分成了5个100人大队。今天定下大队长后，各自队内的小队长由新任大队长自己决定。现在本官公布大队长人选，他们分别是原第1大队第2小队队长冷霄峰，原第2大队第1小队队长胡杨，原第3大队第1小队队员周彦武，原第4大队第3小队队长苏金山，全数教习赵小驴。司马南征的话说完，台下顿时一片哗然，其中不乏愤懑怨怼之声。不公平！说好的比试选大队长，为什么还没有比试就决定了大队长的人选？他一个教拳术的，凭什么能当大队长？他会射箭吗？会骑马吗？会排兵布阵吗？谁说要通过比试角逐大队长的？我说过吗？哼！一个大队的大队长不能只有蛮力，更要有审时度势、分析战况、统筹安排的能力。本官从整个军营中挑选了17人，这17人竞争5个大队长之位，最后胜出的便是这5人。挑选了17个人竞争大队长之位，我怎么不知道？对啊，比赛内容是什么？军营什么时候组织过比赛了？组织百姓入城便是此次考核的内容，所用时间、迁入人数、是否全村迁入等等都是考核的项目。你们质疑本官为什么选赵小驴？他此次的任务是去山泉村，山泉村距离县城100多里，全村531人。他前天下午出发，昨天傍晚就将所有人都迁入了县城，
就连腿摔断了的老妇都没有落下。你们说说，他有没有能力做这个大队长？众人听完纷纷住口不说话了。全村迁入县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老人孩子脚程慢，走着走着走丢了是常有的事。最主要的是100里的路，一群手提肩扛的人，包括老人孩子，都仅用1天时间就走完了，这着实非常困难。现在共计10名大队长，用1刻钟的时间整理队伍，之后来我书房议事。我叫赵小驴，从今天起，你们这100号人归我管，我的要求只有一个，令行禁止。现在所有人如我这般站军姿，我没说结束前脚不可挪动1分1毫，违者绕教场跑10圈。探子来报，查干部已于今日出发，领军乃查干长子呼尔格，所率骑兵2000，步兵2000，最迟也会在今日傍晚抵达苍北坡。苍北坡守军1500人，未必守得住。本校尉已向马都尉禀明军情，但长陵军其他3营能否及时救援，都尉也不敢肯定。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若无援军，该如何守住丰台？还望各位建言献策。一番商榷，最终定下防守任务后，在场的10个大队长便各自回到自己的队伍，整顿军备，安排防守事宜。回到教场，注视着眼前这群有气无力的闲散新兵，赵小驴冷冷开口：所有没听命令擅自挪脚的人都站出来。我刚过来时看到你坐在地上，为什么不出列？回禀队长，你说的是没有你的命令，任何人的脚都不能挪动分毫。我的脚没有挪动，只是身体动了而已。哟呵，你叫什么名字？回禀队长，我叫文一。听我号令，一直站军姿的人原地休息，其余所有人绕教场跑10圈，中途不可掉队，掉队者加罚2圈。队长，我能休息吗？哼，可以。他离开时强调了2遍脚不能挪动，只有文艺精准地把握住了自己话里的意思。他这个空子钻的赵小驴没脾气。你呢？你又为什么不去跑？我凭本事进的军营，老子来是打仗的，凭啥你让我跑我就得跑？哼！姐夫，你能有办法将我送进县学？听赵小驴说想要把自己的弟弟送去县学进修，凤小妹的鼻子没来由变得酸酸的。眼前这个男人对自己好的犹如梦幻不说，连自己的家人他也想得这么周到。但是他也清楚县学招收的都是大户人家的子弟，或者是考取了同生秀才等功名的人。与县学并列的便是白鹿书院，那里虽然收寒门子弟，但人数也是有限制的。更何况这2大书院的束修都不低。可无论县学还是白鹿书院，都不是我等普通人家能进的，这会不会很麻烦？见凤小妹眼圈红红的，赵小驴只当女人怀孕的时候情绪容易波动，便急忙出言安慰。放心吧，你相公我可不是一般人，别忘了那县学可是朝廷办的，每个县的县学堂都归县衙管。我去找表哥打个招呼。第2日一早，赵小驴带着紧张又兴奋的凤小安前往县学。有高思远这层关系，进县学堂变成了一个招呼的事。有劳了哦，嘿嘿，赵教习哪里话，县令大人已经交代过了。卢夫子此时正在学府等候2位。有钱能使磨推鬼的世道，那守门的见赵小驴递来的碎银，一张脸早就笑成了一堵雏菊。顺着前面的路一直走，便会看到卢夫子。若寻不得，再回头找我，我亲自带您去找。县学很大，有学堂，有校舍、饭堂，除此之外还有骑马射箭的地方，可谓是君子6艺的学习场所都包含在内了。怪不得县学难进，人家这里是什么都教，村里的学堂能教你学识已经很不错了，谁还会教君子6艺啊？就连那些夫子都不会这些东西。姐夫，是不是卢夫子不在？小安，上去敲门。清脆的叩门声回荡在萧冷的寒风中，门内依然没有任何回应。这或许就是古代读书之人的清高之气吧，知道我等是靠了关系，所以心中不忿。小安再叩，姐夫再叩，这便是第3次了，若还无应答，我们怎么办？我等粗鄙之辈，此番不惜代价秘役粮食，正是为了学习君子之道，明了礼义廉耻之行，所以是用了些手段，但也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我等3口夫子们想来会有应答。进来，姐夫，卢夫子在里面。进去吧。2人推门而入，只见院里的槐树下放着一把躺椅，躺椅上坐着一位60来岁的老者，肥嘟嘟的脸已经冻得通红，此时正拉着脸望着2人。哼！你们是何人？为何打扰我睡觉？睡觉？睡你大爷！脸都冻红了，能睡着才怪。罗夫子，在下赵小驴，这是七弟凤小安，早听闻您学识。谁要来上学？是我七弟。那你可以回去了。姐夫，你先回去吧，我一个人可以。交代一番，赵小驴转身离开。当然，他的心中免不了吐槽这老家伙心眼够小，一点也没有做学问之人该有的那份胸中有丘壑之姿。呸！
啥也不是。赵老弟，我找的你好苦，刚刚去你家中，弟妹说你来了献血，我一路便急急赶了过来。来人正是何捕头。此时的何捕头一脸的急色，不过与上次不同的是，他这次称呼用的是你，而不是上次的您。可见上次赵小驴对他的态度让他放松了不少，自然对赵小驴也更亲近随和了许多。何大哥，什么事让您这般焦急？快随我去县衙，县令大人找你有急事。探子来报，查干部已经达成统一，昨日已经开始集结兵马，不出3日，大军便会动身。3日，查干部离丰台最近，1日便可抵达仓北坡。若仓北坡失守，不出1个时辰，丰台县城就会被围。表哥，此事司马南征知道吗？他马上就到，我叫你来是想告诉你，提早做好拜守的准备。此番蛮夷近万铁骑，我们这区数百人守这座城很难。此时的赵小吕想骂娘，只是略微犹豫，便错失了将妻女送走的机会。他没想到蛮夷的动作会这么快，如此也只能拼命守城做困兽之斗了。下官参见县令大人。南征查干部南下这事，你有什么想法？大人，据探子报，查干部欲出动4000兵马突袭丰台，劫掠一番后立即撤回草原。这般看来，对方并没有拼死之状，所以下官有信心守住丰台，还望大人能确保军中后勤补给，免我守军后顾之忧。你放心，不会亏了将士们。晚些时候我会送1000担粮食去军营，3天后这个月的饷银就能先行发放了。下官替军营的将士们谢过大人。大人，敌人来势汹汹，下官准备下令坚壁清野，还望大人准许。所谓坚壁清野，便是将周围战争涉及范围内的村镇居民全部聚拢到城内，如此一来，待蛮兵入侵，见无物可抢，加之无心久战，便会撤去。毕竟攻城可是耗时费力的体力活，但城中一下子涌入大量难民，也意味着县衙的治安工作会压力剧增。准，你尽管去做，本官会安排好一应事宜。谢大人。赵教习，你乃山泉村人，山泉村我就交给你了，3天时间能将人全部迁入城内吗？大人放心，3天内山泉村部落1人1粮全部会迁入县城。深夜，秋风裹挟着寒意撕扯着大地，山泉村里郑家却亮着油灯。此时赵小驴正在与李正满脸严肃地说着什么。什么？蛮夷要来了！我奉县尉大人的命令，回来通知大家连夜收拾好金银细软，赶紧进城躲避。这是告示。小山，快去撞钟，让大伙儿赶紧集合，咱得立刻收拾东西跑路。这大半夜的敲钟发生什么事了？不知道啊，快去场上看看。李正叔，出啥事了？这么晚了，叫我们到场上来干啥？就是我都已经睡了，听到钟声又不得不爬起来，到底啥事？乡亲们，蛮夷要打过来了，大家赶快回家收拾细软，收拾好的场上集合，咱连夜去县城。什么？蛮夷要打过来了？天爷，这是真的假的？这是告示，上面还有县太医的章，怎么会有假？不想死的赶紧滚回家收拾东西去。趁着村民回去收拾东西，赵小驴回到了自己新盖的大宅子。伫立良久，他心中满是叹息。这房子刚盖起来没多久，崭新崭新的，可谁知道蛮夷过后，这房子是否还会如眼前这般？回到场上，见到眼前的一幕，赵小驴顿觉整个脑子都裂了。说了让大家只带粮食和金银细软，可是这些人都带了啥？锅碗瓢盆被褥衣物也就罢了，怎么连柴火也带上了？甚至还有人带着都快散架了的破草席。叔，你那破草席里裹了白银吗？都破成这样了还要带着？你小子懂什么？这破草席陪了我一辈子，和我的家人一样重要，我可舍不得扔。山泉村到县城近100里路，希望蛮夷追到你屁股后面时，你依然能带好这位破草席家人。李正叔，我刚刚点名，除了韩老太，其他人都到齐了。韩老太为什么还不来？刚去找过他了，他前日上山摔断了腿，他说他不走了，与其颠着一条腿赶路累死，还不如死在自己家里舒坦。韩老太只是断了条腿，若真想活着，单腿跳也得求那一线生机。你懂啥？他无儿无女无人养老，一个人孤单过了几十年，要我也活够了。大牛、小山，你俩去把人背过来。小山娘，将咱家牛车上的东西再归置归置，给韩老太留个位置。没一会儿，赵大牛背着韩老太来了。韩老太看见一旁站着的赵小驴，装作没看见一般，撇开了眼。出发！李正一声令下，大伙开始朝着县城前进。一路上锅碗瓢盆叮当作响，老人孩子大哭小嚎，场面好不热闹。黑夜中，若有人远远瞧见，怕是要以为这是一个规模浩大的哭丧队。
李正书，消息我已带到，眼下我要先行一步赶去桃花村接我岳父岳母一家。好，那你一路注意安全，深夜野兽多出没，一定要小心。小驴，你怎么过来了？小妹他们还好吧？都好着呢，我过来接你和岳父。对了，岳父呢？你岳父在收拾他那些书呢，这好端端的怎么就要打仗了呢？你先歇会儿，厨房还有半袋面粉，我背出来，咱就走。岳父，小驴来了，快来帮我把这些书都收一下，攒了这么多年，扔掉实在可惜。赵小驴没有多说什么，他知道自己这老丈人做了一辈子学问，书本于他而言就是生命。不多时，翁婿二人足足整理了数麻袋。我说你个老不死的，小驴那车除了拉人还要拉粮食，你装这么多书打算怎么拉走？嘿嘿，小黑蛋出来。话音刚落，一声震天咆哮，携着一道巨大的黑影从旁边阴影处窜了出来。刚刚那一声咆哮差点没把老两口魂给吓没了，不过定睛一看，却正是豆豆的黑熊小黑蛋。岳母不用多虑，岳父的这些书籍让小黑蛋驮着，一会到了镇上就有马车了。我租了20辆马车在镇子里候着呢。傻儿子，你租那么多马车干啥？今天军营里选拔队长，我得快些把山泉村那些人运到县城去，否则怕是会延误了我选队长的时机。那咱快赶紧出发，别磨蹭了。嘿，黑蛋儿，别把我那些书颠掉了。大人，山泉村全村共531人，一个不少全都带过来了。甚好，你先别回家，去找司马南征，把这件事向他汇报一下，按我说的做。大人，山泉村全村531人已全部迁入城内，特来向您汇报。全部？回大人，全部，老人孩子一个不落。若本官没记错，山泉村离县城100多里，你昨天下午才出发，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回大人，草民怕蛮夷攻过来伤害村民，便快马加鞭赶到了村里，又连夜组织大家收拾好细软就出发了。我怕老人孩子走路太慢耽误时间，草民在回去时租了20来辆马车，老人小孩以及孕妇伤员坐马车，青壮年走路，如此堪堪在天黑之前到达了县城。不错，你做得很好，累了一天了，你下去休息吧。谢过大人，草民告退。2天1夜没合眼，赵小驴身心俱疲，回到营中倒头就睡。第二日一早朦胧中，尚未恢复过来的赵小驴便被集合的鼓声再次吵醒。昨天军营招了500新兵，已经分成了5个100人大队。今天定下大队长后，各自队内的小队长由新任大队长自己决定。现在本官公布大队长人选，他们分别是：原第1大队第2小队队长冷霄峰，原第2大队第1小队队长胡杨，原第3大队第1小队队员周彦武，原第4大队第3小队队长苏金山，全数教习赵小驴。司马南征的话说完，台下顿时一片哗然，其中不乏愤懑怨怼之声。不公平！说好的比试选大队长，为什么还没有比试就决定了大队长的人选？他一个教拳术的，凭什么能当大队长？他会射箭吗？会骑马吗？会排兵布阵吗？谁说要通过比试角逐大队长的？我说过吗？哼！一个大队的大队长不能只有蛮力，更要有审时度势、分析战况、统筹安排的能力。本官从整个军营中挑选了17人，这17人竞争5个大队长之位，最后胜出的便是这5人。挑选了17个人竞争大队长之位，我怎么不知道？对啊，比赛内容是什么？军营什么时候组织过比赛了？组织百姓入城便是此次考核的内容，所用时间、迁入人数、是否全村迁入等等都是考核的项目。你们质疑本官为什么选赵小驴？他此次的任务是去山泉村，山泉村距离县城100多里，全村531人。他前天下午出发，昨天傍晚就将所有人都迁入了县城，就连腿摔断了的老妇都没有落下。你们说说，他有没有能力做这个大队长？众人听完纷纷住口不说话了。全村迁入县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老人孩子脚程慢，走着走着走丢了是常有的事。最主要的是100里的路，一群手提肩扛的人，包括老人孩子，都仅用1天时间就走完了，这着实非常困难。现在共计10名大队长，用1刻钟的时间整理队伍，之后来我书房议事。我叫赵小驴，从今天起，你们这100号人归我管，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另行禁止。现在所有人如我这般站军姿，我没说结束前脚不可挪动1分1毫，违者绕教场跑10圈。探子来报，察干部已于今日出发，领军乃察干长子呼尔格，所率骑兵2000，步兵2000，最迟也会在今日傍晚抵达苍北坡。苍北坡守军1500人，未必守得住。本校尉已向马都尉禀明军情，但长陵军其他3营能否及时救援，都尉也不敢肯定。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若无援军，该如何守住丰台？还望各位建言献策。一番商榷，最终定下防守任务后，在场的10个大队长便各自回到自己的队伍，整顿军备，安排防守事宜。回到教场，
注视着眼前这群有气无力的闲散新兵，赵小驴冷冷开口：“所有没听命令擅自挪脚的人都站出来！我刚过来时看到你坐在地上，为什么不出列？”回禀队长，你说的是没有你的命令，任何人的脚都不能挪动分毫。我的脚没有挪动，只是身体动了而已。哟呵！你叫什么名字？回禀队长，我叫文一。听我号令，一指站军姿的人原地休息，其余所有人绕较场跑10圈，中途不可掉队，掉队者加罚2圈。队长，我能休息吗？哼，可以。他离开时强调了2遍脚不能挪动，只有文艺精准地把握住了自己话里的意思。他这个空子钻的赵小驴没脾气。你呢？你又为什么不去跑？我凭本事进的军营，老子来是打仗的，凭啥你让我跑我就得跑？哼！强敌压境，眼前这即将夜闯2000蛮兵驻守大营的5人中，却有1人不但不担心自家性命之忧，反而满脸都是藏不住的兴奋。此人名叫秀才。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早一些。秀才哥，你唱的这句话听着玄奥无比，是啥意思啊？我他妈哪知道是啥意思？以前老听我哥唱这句词，我是从他那学来的。10月的北方寒意盎然，今年的雪似乎比以往早了许多。刺骨的寒意下，更冷的却是这一城百姓的心。我说李寡妇，你这房子真是小驴送的，你看看我当初说啥来着？你这张嘴还能说出啥好话来？小妹，你家小驴还要女人不？你看我来你家当老三咋样？小驴人高马大的，你俩肯定喂不饱他，信不信我指定比你俩抗造？狗蛋娘依旧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然而3个女人再次相聚，却失去了以往的调侃和八卦。我说你们俩怎么了？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白天咱驴哥不是大发神威一剑退蛮兵了吗？你们该高兴呀。再说我现在也投奔你们了，我们仨青春美少女欢聚一堂，不值得开心吗？干嘛哭丧个脸啊？哼，你这张嘴啥时候能消停点？真后悔白天去难民营把你抠出来。到底咋了？豆豆爹和秀才今夜要火烧敌营，他们就那么几个人。后面的话凤小妹没有再说，可即使是个傻子也明白一个人打1000是不可能的事。然而连傻子都不会做的事，偏偏赵小驴却去做了，这怎能不让家里的女人跟着揪心？今晚的行动凶险万分，但是我们必须要成功。我们的身上系着这一城百姓的安危，一会到了敌营，按照先前的计划，万不可有失。漆黑的夜空，不时有雪花打在脸上，犹如刺骨当针。苍茫的黑暗中，几条身影裹挟着寒风，攀着绳索，顺墙而下。我就佩服你这种强行装逼的，亏着你脑袋够硬，要不然这一下子还不得把脑袋撞到屁股上去。小年，你没事吧？望着从城墙上一脑袋杵下来的车小年，赵小驴实在无语。都说出师为洁身先死，这货不会刚出城就光荣吧？赵教习，我没事，就是刚下来，那会有点迷糊，不过这会儿缓过来了。好，既然没事，那咱们就出发吧。一行几人前行到蛮兵大营外不远的高地，苍茫的夜色中，一座座营帐如同蛰伏在黑暗中的凶兽，几处微弱的篝火倔强地跳动着，试图驱散这漫天的寒意。队长，军营周围一片空地，没有隐蔽点，我们得想好撤退路线，以免慌乱中出差错。军营后面是马厩，他们的马应该都在马厩拴着。我们放了火之后，立刻去马厩牵马，然后趁乱突围出军营。不行，必须先将马牵出来，等放完火再去牵马，根本来不及。我们冲不出2000多人的包围圈。文一，你和江鹤去牵马，小年你眼神好，在外围观察敌情，一旦出现变故就血狗叫。秀才、周月和我去烧粮草。任务分配完毕，众人分头行动。有道是月黑风高夜，杀人纵火好时节。如此恶劣的天气，又是初降寒雪，连蛮兵都不会想到一支小队正悄悄摸进他们的大营。他娘了个腿的，这鬼天气才刚10月就下雪了。少抱怨，赶紧值班这一班回去睡觉。这次咱们骑兵轻装骑行，穿的衣服又单薄，要是冻死在这鬼地方，传回部落还不得被笑死。什么人？敌袭2字尚未喊出口，一根箭矢便狠狠扎进了这名守兵的喉咙，喷涌而出的血液如同炽热的铁水，烫醒了尚处于错愕中的同伴。无论如何，他也不会想到胆小怕事的两脚羊竟然趁夜杀进了他们的大部。把狗头给爷爷留下。寒芒闪过，一颗大好头颅借着微弱的火光高高扬起在呼啸的夜风中。血腥气，哼，
既然来了，那就陪姑奶奶好好玩玩。队长，你看那些是不是蛮子的粮草？顺着周月指的方向，赵小驴看到了一摞摞的袋子正堆放在仓房的角落中，在场众人心中都松了一口气。他们知道烧了眼前这些粮草，他们此次所承受的风险便都值了。哥，这么多粮食一把火烧了，实属可惜。这么伤天害理的事让我来吧，我还从没做过这么过瘾的事。狗东西，你敢再往前走一步，老娘必让你尸骨无存！一道突兀的声音打破了寂静的夜，明明很悦耳的女子声音，但是听在三人耳中却如同平地惊雷。午夜插铃式，谁都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还是个母的。是你，如我记得没错，当日密林驱使狼群攻击我们的便是你吧？你的声音我记得。原来是你这娘们！你现在跑过来，不怕老子一刀将你连人带狗一块剁了吗？是你，我记得你的声音。旁边的周